嗨，大家好，我是木頭人。今天我要來開箱這台 Bosch 的 PVD40。這台鑽床其實在國外是非常有名的，不過 Bosch 並沒有把這台機器引進台灣哦。我看許多國外的 YT 哦，常常在介紹這台鑽床，我一直對它很有興趣。大家可能會好奇這台機器到底有什麼過人之處，會讓我特地從國外花高額的運費還有稅金把它買回來。想了解這台機器到底有什麼過人之處，那就繼續看下去吧。那在影片開始之前，先跟大家介紹一下，如果你是第一次來到這個頻道，我叫木頭人。如果你對學習木工、高品質的家具製作、工具開箱，對學習木工有興趣，歡迎訂閱我的頻道。那我們就開始吧。首先，這台機器的價格啊，在 Amazon 買是233英鎊，換算台幣是9600左右。這個價格乍聽下來是不貴啊，不過因為在國外購買啊，運回來還需要運費還有稅金哦，所以加總起來我大概支付了14000塊左右。運費加稅金哦，就相當於這台機器一半的價格。那首先我就先來開箱這台機器。那大家現在看到這個包裝哦，這是我收到的時候的樣子，它連個外盒都沒有。以這種包裝的強度，我真的很擔心裡面的東西會損壞。首先打開，裡面是一個鑽床的底座，鋁合金的。說明書蠻厚一本。靠板，這個是壓料器。再來就是它的本體。我這台鑽床基本上算非常的輕哦，跟我們台灣常見的床的鑽床，它的重量輕非常多。裡面就這樣子而已，沒了。重量是我單手就可以抬起來。後面一個6角螺絲把它鎖住，就組合好了。這個支架跟底座它有做防呆，所以插下去哦，鎖牢就好了，不用做什麼調整。它這個插頭是英式的插頭，所以必須用轉接頭，我才有辦法使用。那這一台機器哦，會讓大家卻步的一點就是它的電壓是230伏。如果只是一般住家的話，你就只能用冷氣插座。這應該是大部分的人會拒絕買的一個理由之一哦。這個說明書裡面沒有中文的，失敗。底下靠板的結構也很簡單哦，2個螺母，滑進去這2個槽。靠山就是這樣子哦。那它附的這個壓桿，操作方式也很容易哦。木頭放上來，往下對着這個扳手往上扳，它就夾緊了。它夾持的力度也很強，這樣扳是扳不動的哦。那大家看這個底座這有個 V 槽，所以如果你要鑽這種圓形的木條，剛好卡在這個 V 槽裡哦，它就可以鑽到正中心哦。這是這台鑽床哦，還不錯的一個設計。不過像這個這麼矮的物件哦，就要先把這個靠山移除，才有辦法壓住它。這個靠板也是可以反着用的，這樣子的話就可以夾，那也可以靠了。這個壓桿哦，這裡還有做凹槽哦，跟下面這個凹槽是相配合的，所以在夾這種圓形的物件哦，就可以夾得很牢哦。不過這上面是金屬的哦，沒有緩衝墊哦，所以比較軟的木頭哦，會壓出凹痕。這個轉把是我看哦，國外 YT 很多人詬病的一個點哦。如果只是短距離的鑽孔哦，是沒有什麼問題哦。可是如果要鑽深孔的話，這樣轉了半圈下來，有時候還沒有辦法鑽到底哦。你要換手會有點難換。所以在買這台機器的同時哦，我也去網絡上找了這個工具哦。這是汽車駕駛方向盤的一個輔助輪哦，我想把它用在這台機器上面。安裝的位置可能會安裝在後面這裡哦。如果是短距離，我只要抓前面就好；長距離我就可以抓後面這個，一次轉到底。結果這個直徑沒辦法匹配啊，鎖緊還是鬆鬆的。裡面我還必須再加緩衝墊，加個2層緩衝墊哦，看看效果。那我要鑽深孔，我就抓後面這個轉把。我可以一路鑽到底，改成這樣子就方便多了。那改裝又簡單，只需要花個100多塊。左邊這有張貼紙哦，上面就有寫說建議的轉速哦。
這台 PBD40 跟一般的轉傳，它的升降功能有很大的不同。那左邊下面這個轉把，把它鬆開，我就可以在這個主桿上面快速的移動。這樣的設計好處就是你在比較高的木頭，還有比較矮的木頭，可以快速的切換。鎖緊之後，它只是把這個主軸固定了。這主軸固定之後，它還是可以在一個範圍內做升降。那我現在來看一下它固定之後，它升降的範圍有到多大？我現在調到深度模式，把它歸零到0哦。這時候它可以再往下83 mm。那我試試看，我把主軸鬆掉，再把它往下移，我再鎖緊，歸零。那一樣哦，我把它轉到底之後，它一樣是最深就是83 mm。這個轉把你往下轉啊，它最深就是可以往下鑽孔83 mm 的深度。基本上只有在木頭的高度悬差很大的時候，才需要去調整這個固定桿。在上面還有一個固定桿，它是固定這個膽條用的。如果有固定深度的需求，我把它推到底，鎖住，它就定住了，它就沒辦法再繼續往下。那我鬆開，把它往上移一點，它就有這一段的行程可以跑。它就是一個很簡單的定位桿。再講到這個面板上面的功能，最上面有一個紅色旋鈕，往最左邊轉是關機了。那轉到中間這一格的話，它的顯示屏就會亮了。這時候就開機狀態，就可以在現在這個狀態去做深度設定。那再往右轉的話，這機器就開機了。那這一台機器還有個緊急開關，如果緊急狀態下我敲下去，它就停了。那電源切斷狀態下要怎麼恢復？只要往左，回到0的位置，再重新來一次，就再開機了。那如果是正常開關機，就只需要往左撥，它就停機了，不需要用敲的。那在運轉的過程中，可以調節下面這個黑色旋鈕來調整它的轉速。所以它是一個無段變速，不需要像傳統的轉傳要調整皮帶。接下來就是我這台機器最喜歡的一些功能。這顯示屏的下方有4個按鈕，左邊這個你可以在轉速跟深度做切換。我機器開機之後，這裡如果顯示 Speed 就是可以調整轉速的狀況。那我如果再按下，它就會改成深度。這時候我去轉右邊這個轉桿往下，你就可以看到它這個深度會跟着改變了。所以可以做很精準的深度控制了。你要鑽多深都可以自己控制了。因為一般我們在使用傳統轉傳你鑽深度之後，你可能還要拿起來用油表卡子去量，我量的深度對不對可是這台機器可以即時顯示我們鑽孔的深度真的會方便非常多。那在往右這個按鈕是雷射，這台機器有雙雷射系統，這台機器有像這樣的交叉雷射線我們在對位的時候就可以很快速那接下來介紹它這個夾鉗它這個是手動式的不需要用扳手就可以把它鎖緊了它是自鎖的。我們用手這樣子轉就可以把它粘緊了。上面還有一個紅色的旋鈕，把它往右轉它就固定住了。這時候你要把它鬆開沒辦法它就是一個卡榫。那我再把這個紅色旋鈕往左轉它就可以鬆開了。那原廠附的這個夾頭我覺得它有一個小問題你看我這樣子碰它是會動的我是有在 YT 看到有人把這個頭給改掉，我猜可能就是因為這個原因它這個有個 Asobi 在，我這個夾頭沒有到非常精準，我之後也可能考慮會把它換掉。那它夾頭上面有顯示它可以夾的直徑最小 1.5， 那最大是13 mm。以上就這一台 PBD40 的一些基本功能介紹。那現在我就來測試看看，裝起來它的深度控制好不好用，然後精準度好不好。那首先鬆開这個旋鈕嘛，先移到接近的位置。然後把它鎖緊。那現在
首先要做歸零的動作。這鑽頭有中心錐嘛，先把中心錐卡到木頭裡。那顯示屏下方有個0的符號，按下去，把這個深度的數值給歸零了。那現在就做好歸零的動作了。你可以看到它這個底下這個雷射線交叉點跟雷射投出來的位置是蠻準確的，就剛好位在十字交叉的中心點。好，現在開機。你看鑽孔的時候，這裡就直接顯示我要鑽孔的深度哦。那我現在先鑽個6mm看看。好，6mm。關機。來，我來量看看它的實際深度哦，到底準不準確？我量起來是6.07哦。基本上這個數值是非常的準哦。你看它好像差6條哦，其實不是這樣看的哦，因為在剛剛做歸零動作的時候，如果我把這個鑽頭壓得更用力一點，它其實會陷得比較深哦，所以在這個歸零的動作上呢，其實是比較難抓的。好，那我再試一次哦。我這一次歸零哦，你看它是0.4哦，再重新歸零一次，再重鑽一個孔。鑽到6.1了，07左右，也差不多是誤差就是5條左右啦。基本上像這樣子數值的誤差哦，是我們人為歸零的時候所產生的，並不是機器的問題。那現在我要鑽這個鎖孔的深度，這個厚度大概1.2左右啊。一樣先做歸零。非常準確哦，這樣子裝上去哦，擺上來它就平了。要裝這種有固定深度的孔，使用這台真的很方便。那現在我要拿一個比較大的鑽頭來裝看看哦，看它的扭力夠不夠。我用個4公分的鑽頭來裝裝看。那使用這種直徑比較粗的鑽頭，就是要調到低轉速，那扭力就會比較高。一般裝大孔，我就是使用低轉速、高扭力來做操作。那這時候我就會使用這個壓桿了，比較安全。不過它這個壓桿哦，裡面最大的圓可以使用到4.4公分哦。如果超過4.4哦，就不能使用這個壓桿了。可以看到它的轉速哦，可以調到非常的慢哦。這是我覺得這台機器很棒的一點。那因為我手邊沒有很大的鑽頭啦，沒辦法測試給大家看。一般的鑽頭尺寸哦，基本上沒有問題。一般的鑽床哦，其實沒辦法使用到那麼慢的速度哦。像對一些小朋友或者新手而言哦，可能這種低轉速對他們來說會比較容易接受。那這台機器有一個唯一啊，我覺得是這台的一個大缺點啊，就是它的機器比較小。從後面這個桿子到鑽頭的中心哦，只有11.8公分哦，這個深度是有點淺哦。那有些情況下操作起來可能會比較不方便。那我有看過國外 YT 有做改機哦，他把這個底座給換掉，把這個桿子哦直接鎖在牆上，等於說底下這一部分哦是完全懸空的。那木板就可以移到更深的位置。我這樣講，大家可能會想象不出來，就好像是裝完之後它會是這種狀態哦，然後底下這個底板是沒有的。這樣木板擺放就可以推得很深哦。不過這就會影響到
它可以裝潢的深度。剛有講它的型距嘛，最深是8.3公分嘛。如果把它加高的話，就代表它的最深深度會被影響到。以上就是這台 Bosch PBD40的開箱介紹。以台灣的這種小鑽床哦，以中古價來說，可能1500就可以買到這種桌上型的鑽床了。哦，甚至連落地型的鑽床都可以買到。新機有比較便宜的，可能3000塊，哦5、6千，那就有全新的機種了。那以這台來說，原價9000多塊，再加上運費5000多，哦到台灣總共花14000多，這個價格來算的話，跟新機比可能也差了2-3倍哦。不過大概有看到我剛剛演示的一些功能哦，像是雷射線、深度的數位控制、快開頭、無段變速哦，它有這些市面上的機種比較少看到的配置哦，所以你說它貴嗎？其實也不會到很貴，因為擁有這些功能的一些鑽台哦，很多都比這台貴很多。那如果是你會願意多花這些錢來升級成這台鑽床呢？那你最喜歡這台鑽床是什麼功能哦？可以在底下留言跟我討論。不過啊，這台機器最大的痛點啊，我覺得有2點啊。第一點是它是230的電壓，那第二點就是它的深度。那其他方面我都覺得這台幾乎沒有什麼我覺得不好的缺點哦。那在這說明一下，這台機器哦是我自己花錢買的哦，也不是業配哦，只是純拍片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新入手的這台鑽床。那最後別忘了，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啊，別忘了點讚、留言、加分享哦。這個小動作可以支持我頻道可以做得更好。好，那我們就下部影片見嘍，拜。那還有一個優勢就是這台機器哦真的很輕哦，基本上要把它帶出門哦是不會很困難的，算是很輕鬆的。